如果我说我们都被诺克斯跟 Zero 给骗了，相信吗？如果大家好啊，欢迎收看招品屋对假面骑士 Z 子最新一集的心得体会。节目中若是有你感兴趣的话题，就请与我们一同再睡个回笼觉吧。响应贤正的驱动器损毁，无法继续与梦魇战斗。随即，他向 Zero 请求支援，却被无情拒绝。而后其位置暴露，惨遭梦魇攻击。这是本集开头向我们展示的情节。可实则这与我们上期谈及的莫的噩梦性质接近，单凭这段信息并不足以让我们窥见事件的全貌。这个实在是太模糊了。是，因此我们得分两种情况去分析。第一种情况，倘若说这是贤正的真实经历，那我们可以将其理解成在执行某次任务时，被 Zero 驳回支援请求的贤正以为 Code 抛弃了自己，由此产生的负面情绪导致他心生暗影梦魇。为什么我会这么表达呢？只因最后一幕梦魇直接变成一溜烟冲向了贤正，而这理应是暗影梦魇的特殊能力才对。且通过反复对比后，我发现为该情节中的梦魇配音的正是暗影梦魇的声优佐藤健辅。不过走这种路线的话，实在存在着很多诡异的地方。一是通过贤正头顶的血月判断，此刻的他正处于某个梦主的梦境之中。换言之，梦魇尚未实现梦主的终极噩梦。那么哪怕贤正的驱动器坏了，他选择直接跑路，等修好再战也是完全 OK 的。对。再者，各位要考虑到，梦魇在实现终极噩梦降临现世以前，开启梦主的心灵之门才是其首要目标。也就是说，对于选择跑路、不再爱自己社的特工，梦魇是并不会选择追击的。这同样能进一步验证我最后冲向贤正的是暗影梦魇的推论。由此看来，贤正在没有遭到性命威胁的情况下，做出了请求支援这个行为，也是相当诡异。他都当特工少说有10年以上了，怎么会在这次的任务中表现得像个新兵蛋子一样呢？哪怕是莫逐渐对组织产生怀疑，都经历了好几集。同比一下，贤正真的能仅凭这一次经历就做出了之后一系列违背贤正二字的行为吗？ Zero 的话其实也很模棱两可。对，没有资源自己解决，也完全可以理解成是 Zero 判定这次的任务贤正完全能独立完成，这个纯纯看当事人是怎么理解的而已。但无论怎么看，结合上述几点分析，我都不认为贤正会仅凭 Zero 这段回应就判定自己成了组织的弃子，那么他往后做出的行为也都站不住脚了。至于第二种情况是，这段情节从头到尾皆为贤正的噩梦。既然如此，Code将自己给抛弃，或许也是贤正的噩梦构成要素之一。那么贤正向 Zero 求援被拒一事，是可以被视为假信息的。对的。哪怕此事为真，我们也可以将此理解成是 Zero 在向贤正传达，这是你的噩梦，你不该退缩，要靠自己跨越这道坎。对。另结合第一集的剧情来看，只要贤正能坚定信念，就算驱动器坏了，他应该也能借由操控梦境之力，独自应对暗影梦魇才是。毕竟梦主可是他自己啊。至于他为什么连重获战斗力量后都还是打不过暗影梦魇呢？本集反而是没有讲的。是。不要说起来，我们甚至连他为什么会做了这么一场噩梦都不清楚。理论上讲，他应该是先对 Code 产生怀疑，然后梦魇才缠上他的嘛。对，偏偏这个因是没有的，我们只看到了果。说白了，这集就没泄露多少有用的信息。对，剧情是推进了，但是有用情报几乎没有，还是要猜。要猜的话，得结合上第二篇章的海报才能进行下去。因此，我们暂且先跳过这个话题，转向本集另一个诡异之处，即贤正的心灵之门有且只有一扇，且还是已经开启了的状态。至少通过剧中给我们看到的视角判断，就是这么一回事。如果以复制粘铁的噩梦为例，我们是不是可以将此理解成贤正的终极噩梦已然实现？那么暗影梦魇是不是也该降临于现世才对？可实际上，贤正并没有被梦魇夺舍肉身，只是陷入了长眠，化身为生于黑夜、于梦中徘徊的特工。我不排除其中有他具备做明星梦的能力，才与麻瓜的终极噩梦实现过的情况不尽相同的可能性。毕竟，同样具备做明星梦能力的灵梦，目前似乎也和诺克斯的境遇相似。但归根结底还是，曾经浑身充满贤正二字的 Code No.4， 只因自以为被组织所抛弃，便化身为到处散播噩梦的诺克斯。这无论怎么看，都藏有更大的隐情吧。以往我可能仅仅会从 Code 这个组织确实有什么惊天大阴谋，比如散播噩梦的始作俑者就是 Code， 亦或者诺克斯的行为并不完全出于个人意志，即响应贤正不等于诺克斯这两种角度去切入。可若结合上本集所揭示的贤正的噩梦、诺克斯的后续动向以及 The Lady 想要实现的目标来看，我发现事情远远没有我原本设想的那么简单。而关于这点，同样得结合上第二篇章的海报以及更多的脑洞才能进行下去。那在此之前，容我先把诺克斯丢弃戒指一事给聊完。关于这段情节，官网是有专门给出注释的。暗影梦魇被戒指打倒后，诺克斯丢弃了他一直戴着的戒指。该演出是上户内监督的主意，这意味着诺克斯与那个被梦魇束缚的过去的自己诀别。各位其实是怎么理解诺克斯的这枚戒指和他被梦魇束缚的过去之间的关系的？
这个戒指是让它穿梭在各个梦境之间的道具。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操控梦魇，可能也和这枚戒指有关吧。对。我估计不是这种功能性的东西，而是他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和自我认知的一个象征。我的话会认为这个戒指有个圆，但是不断的摆动，相当于他摇摆不定的心。对，心态有关系，这点我是怎么理解？因为他换上了一个象征着稳定和完美的螺帽。开玩笑，实际上那个是6边形戒指嘛。对，它有高度对称、完美对称的状态，可以推进到下一阶段了已经。然后官网这段小作文的后半句是这么说的：角色们随身佩戴的小道具很多都有其含义、来历或是设定，今后也请多多关注各角色的这些细节，其指向的应该就是林梦的耳环以及美亮的项链了。对，而这2件饰品应该都与佩戴者的某种特殊性有关。在过往视频中，招品屋已对此进行过不少分析，故本期不再重复展开。我只是想借机提醒一下各位，日后多加注意这个蝴蝶耳环以及猫项链。那我这里也补充个这一集新出现的跟猫相关的东西吧，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察觉到新形态Plasma Booster。对啊，官网是说这个设计像胡须一样。话说我们之前反而是从呼吸机的角度去理解这个新形态的口部设计的。对，一开始是想，会不会是闪电它跑得快，给它3个呼吸，3个氧气罐，有点说不上来感觉。然后官网用ヒゲ这个词，它要指到胡须，那也只能是猫科动物的胡须了。可以 OK。我们在上期有分析过 ，Zero 对于墨子达到了贤正的梦魇这件事，应是早有预料的。那不知道各位在看完这集过后，还认为这在 Zero 的预料之中吗？我觉得有，我也觉得他是有预料的。当然哈，我觉得各位就算直接下定论也无妨，只因本集的部分情节已间接验证了我们这一想法。莫在听完 Zero 的解释过后，把手机留在了 Zero 的桌上，这意味着什么？你们应该能懂吧？意味着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会再被其他人的命令影响。对，而且你们想想。Zero 看到莫留在桌上的手机，但凡他是个正常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吧？他不听我命令了。可 Zero 反而说出了 "You are the one and only agent, don't let me down, Seven"。由于前一句台词的精妙之处难以通过翻译完全传达，这里就请各位自行理解其含义了。而我想重点指出的是 ，Zero 这看似不合逻辑的期望，实则已泄露了其真实目的。即他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让莫违抗命令，凭借自身意志去执行任务，才整了这一出。对 Zero 来说，莫这一刻是出师了啊！是万金莫作为特工是有一个阶段的，他是从自我满足的特工过家家，做一些只用听命令就能执行的任务，变成了现在这样去怀疑一个任务的正当性，自己思考再去执行，他已经独当一面了，这样才值得托付Code Zeroida的核心动力源给他。是。不过下集预告又讲了 ，Zero 不信任放过诺克斯的莫，并将其视作组织的叛徒，各位又会怎么理解？我告诉你，这句话纯水观众的。对，你要演戏，骗别人也要骗自己人。是的 ，Zero 跟莫表面上闹掰，实际上在盘算另一些事情，也是可以的。对，铺垫到这应该也差不多了。那在进入本期的正题以前，容我再打个岔。招品屋的研讨并非网友言论核定本，可能不太符合发生主力军的论调。但如果你刚好跟我们一样爱琢磨点有意义的内容，请务必给我们多点正面反馈支持，这是我更新视频版解析的原动力。另如果各位周末追完番后仍想听下招品屋的独到解析，欢迎加入本频道会员，收看我们每周日晚7点半前后的直播。OK，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这次第2季度海报的解读环节吧。各位其实能从这张海报里头看出什么问题？我先起个头吧。Code 这个组织至少已经存在有23年以上了，结果到现在为止只出现了7个有编制的特工，那证明这个成才的概率还是很低的。对啊。然后各位还能看出什么问题？有一个圈圈里面没有编号。我比较在意的点就是其他人的数字都是完好的，只有 Nox 那个4是烂掉的。毕竟他已经脱离组织了嘛。对啊。那如果不把诺克斯这个烂掉的4算在内，我们可以发现其他特工所对应的数字以及框住数字的圈圈都用了他们的专属色。对。而那个没有数字的圈圈里头的颜色是紫色。目前剧中跟紫色有关的，你们能联想到哪个角色呢？凯伦是谁了？对，那如果没有数字的圈圈，这是代表林梦以及这些圈圈这些袋子Code成员的话，我会分2种情况去理解。第一种，林梦已经不是Code的人了，这才剔除了他的编号。
第二种，他同样隶属于 Kodo， 只因他干的不是我们日常所见的特工职务，才会没有编号。所以我们思考了一种可能，他是监视的那种。对，我们最早在第3集就有往这个方向推测过，Kodo要精准定位哪个梦主的梦境出了问题，理应存在一个检测监控每个人梦境的道具。再结合灵梦当时的表现，以及他时不时会出现在每个梦主的梦境之中这2点来看，我们才会开始往灵梦是监控型 AI 的方向去猜。对，灵梦和紫色蝴蝶还有噩梦是高绑定的吧？譬如说出现噩梦的时候，灵梦把这个信息上报，然后特工出警打败梦魇，再由蝴蝶带走。产业链好像闭环了。对，我这里再做个补充，招品屋长久以来都是将紫色蝴蝶假定为灵梦的梦魇去展开讨论的。但这次我们不妨换个思路，从紫色蝴蝶不是灵梦的梦魇，而是它与生俱来的特性出发。毕竟各位要考虑到，灵梦自小就已经戴着紫色蝴蝶耳环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它本就是被Kodo设计出来的监视器？亦或者灵梦在与美女部社长相遇以前，就已经被Kodo所发掘？比如说，他有上过特别班，进而被Kodo发现了他这种特性，组织便引导他成为了监视役。就哪怕他自身完全不知情也是 OK 的，让他醒了之后把这些通通忘掉即可。或者说，灵梦在变成现有金这种状态以后，失去了相关记忆也行。这里头可操作空间还是蛮大的。对，如果后续剧情基本按我们预想的路线发展，那么灵梦会博得美女部社长的好感，以及他后续会成为国民级偶像也有迹可循了。在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纯粹接触效应，即仅仅因为某物或某人频繁出现，我们就会对其产生好感。而为了检测谁的梦境是否遭到梦魇侵扰，灵梦就不得不频繁潜入他人的梦里刷脸。是的，此般高强度的心理接触，很大概率会让梦主们产生与上述理论类似的效应，这才使得灵梦成为国民级偶像也被为了必然事件。OK 啊，而问题来了，他这个能力可以用来帮助Kodo监视梦境，也可以用来散布梦魇。会不会灵梦就是被 The Lady 利用了？对，我们甚至可以往灵梦在4年前遭遇的那场车祸，就是由 The Lady 所策划的方向去猜。这之后他再把灵梦给掳走，让其沦为自己散播噩梦的道具即可。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灵梦在洛克斯梦里的状态，第一次是睡着的，第二次是醒过来的，有点违和感的。不会违和，是你搞混了。睡着的灵梦不是在洛克斯的梦里，而是在现实世界里头，这点已经在 TV 剧1月刊里头被证实了。再加上之前洛克斯就已经在帮德雷迪做事了，也只能将灵梦的所在地锁定在德雷迪的阵营内部了吧。确实，因为德雷迪的设定既然是不眠的女人，那么她所在的地方基本都可以被定义为现实。对，不过单从这集最后的演出效果来看，德雷迪那个房间外的花园是肯定不在现实里的。而且各位应该也注意到了，用来隔开房间与花园的落地窗式门和这只乌能那扇是一模一样的。对，确实。为什么一样？这点或许是因为 Zero 和 The Lady 曾是甚至人是夫妻，两人审美接近。好吧，当然这个如果各位没看过上期视频，应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这么猜，感兴趣就请事后去补吧。而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门外是某人的梦境，门内则是现实世界。这和 Jazz Woon 本质上也是一样的嘛。对。另在设定上 ，The Lady 是不眠之女，演员美村里江也有在官网明确提到，她这次演的是幕后黑手，并且是恶意。再结合她与诺克斯的对话来判断，她想要实现的不存在Kodo的自由且美好的世界，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她想要彻底打破现实与梦境的界限？是的，就是这个意思。那各位倒推一下，Kodo要做的是不是守住现实与梦境的界限？对。我为什么要问这个看似很蠢的问题呢？只因最近的剧集播出过后，节目是有意在引导我们Kodo有什么惊天大阴谋的。但随着The Lady 这边的阵营浮出水面，我会更倾向于Kodo所执行的才是正义。有道理。那在聊下一话题以前，我先把The Lady 相关的内容给捋完吧。上一节我曾提及，角色随身佩戴的饰品都有一定的含义，而 The Lady 的耳朵上就有一个耳廓夹，且她手上有一条很长的伤疤。目前我会往她与子女或是丈夫的过往，或者她成为不眠之女以前的遭遇这2种方向去猜。更具体的就等之后出现更多论据了再聊吧。好 ，OK， 铺垫了10来分钟，我终于能进入本期的重点了。刚刚麦上一位嘉宾有提到，其他人的数字都是完好的，只有诺克斯那个4是烂掉的。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哪怕这个4已经烂掉了，它还是4。各位想想，诺克斯都已经不是Kodo的人了，为什么海报上还要给他标注这个4号？再结合上招品屋前面关于 Zero 和莫对峙的解读，以及我们在第1节里列出了疑点，我们是不是可以由此倒推，诺克斯、季祥贤正、自始至终都是Kodo No.4，他只是在明面上脱离了组织而已。
换言之，贤正是为了从内部瓦解敌方阵营，或者说从中解救林梦，才去德雷迪身边当卧底的。有点上，有可能现在的情况是小鹰贤正跟 Zero 一起做的一场大龙凤。对，但卧底说如果是真的话，那小鹰不等于洛克斯这一点是要被丢掉的哦。喂，他们之前给我们提供的基本上是假情报，那我们通过假情报得出的推论还能要吗？说难听的，他们演了我们这么多集，他们演的 Lady， 演的莫，演的全世界。对啊，在此我也想补充一句哈，当我意识到诺克斯可能是卧底后，本集 Zero 在回应莫那句组织利用我们这些特工是在谋划什么时所说的世界和平，特工的使命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灰色地带的工作，莫名就让我联想到了洛克斯。无论是他一直以来给我的印象，他的妆造，还是他那双色相间的假面骑士形态，都指向了这种灰色。甚至第二季度海报上的4所用的也并非假面骑士 Nox 身上的蓝色或白色，而是灰色，这进一步佐证了我的想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如果我是 Zero， 我真的恨洛克斯恨得跟什么似的，为什么我要留着那个戒指？我是不是等他有一天归队了还给他？对，就各位平时有看港产片的话，肯定也知道那些警察或者警校学员在出去当卧底前，不都是要留个卧底 file 的吗？是啊，说白了，哪怕你的 handler 死了，到时要认你身份，也好有个证据证明你不是古惑仔，不是黑社会，而是警察呀。对对对，如果这一场真的是他们设的局，那 Zero 抛弃贤正也是做给别人看的。是我抛弃了你，哎呀，他抛弃了我了。对啊，某个东西跟别人说了，组织抛弃了我，现在我要跟Code对着干，所以我投奔你。不过有一说一啊，假如节目真要走我们构想的这种路线，他俩很有可能在贤正加入怪事客以前，即宁梦出车祸失踪后不久就已经在布局了。只因他们要顺利执行这个计划，除了得培养莫成为独当一面的特工，还要为莫寻得现实世界的协力者。毕竟从电影和书本处得来的特工知识，终归是很难实操的呀。那么要想让莫这种新兵蛋子更快找到案件线索，是不是就得得到警方的支援？对啊。而事实上，怪事客也确实给莫执行任务提供了很大的助力。对，当然这里还有个大前提，即他们从一开始就已选定莫成为计划中最关键的一环了。但是要实现这个大前提，仅凭他们暗中培育了莫近10年，似乎还不足以服众。之前我们不是在亲爹说吗？对，我就是想说这个。为什么万金莫会是 The One？ 因为他是我的儿子，那这个说服力就够了。而且剧里面也没说莫是受到什么影响才那么喜欢特工。有没有可能莫对特工的憧憬其实是对父亲的憧憬？有，我也觉得有。这个应该也不是第2季度的重点，是重点，但应该是第3季度的重点了。可以。那这样，我们先假定剧中基本会按照上述路线推进，以此重新审视下 Zero 和贤正从中做了什么事情，又是为了什么去做这些事情的，好吧？首先，整件事情的起因 ，The Lady 暗中策划了林梦的车祸，并使得他陷入长眠，为己所用。随即发现端倪的 Zero 和贤正开始密谋一架计划。计划的关键步骤1，警戒精英小鹰贤正加入怪事客，并引导富士间铁也相信暗箱事件的发生与来自噩梦中的梦魇有关。随后，贤正在故事开始的1年前人间蒸发，让铁也误以为自己也成了世界受害者。这份被精心设计的信念，成为了推动铁也前进的最大动力。而做这一步的目的是什么呢？我需要一个未来能支援万金莫的人。对，主要是第2话把铁也赢给莫的也是他。严格来说是第1话才对。第1话结尾嘛。等，是撞车那会儿，铁也就在附近，他在那儿引发的事件，然后让铁也发现莫被撞了啊。我觉得撞车啊是让铁也接触万金莫，给他提供一个暗箱事件的线索嘛。然后给铁也散布噩梦，是让莫倒过来去接触铁也。对，而且别忘了一件事 ，Zero 本身也在促成怪事客的加入。对，推荐莫要利用他们。那闭环了呀。是啊。然后是关键步骤2，Zero 和贤正精心策划了一场Code抛弃特工的戏码。而这场戏上演的节点，按理来说应是贤正人间蒸发以前，且同期推进的还有另一事件，即贤正出资让沃美太郎仿制出3幅名画的赝品，并在随后将赝品给捐赠出去，让沃美对此产生执念。那等到某个节点，贤正便能再利用沃美带到梦境中的3幅赝品，开启自己给作战室上的锁，拿回专属驱动器和梦胶囊。对，至于这个节点是什么时候呢？也就是在完成关键步骤3，既让莫成为特工，促成他与怪事客的合作，再到莫逐渐适应Code的工作，并且他能将找到林梦视为己任之时了。换言之，让美女木社长感染上噩梦，同样是 Zero 和贤正计划中的一环。
这之后，林梦便进入了 Z Womb， 并抽到了恢复梦胶囊，进而让诺克斯将胶囊夺走，两位幕后推手才得以开展夺回国家机密这个任务。而在上述任务中，莫终于得知一直爱自己色的男人与铁野的关系，还初次在任务和救援这两者上优先选择了后者，并且有在设法兼顾前者。虽然莫在事后有对没能夺回国家机密感到自责，但是站在贤正和 Zero 的角度，这个新兵蛋子已完美通过了他们的测试。于是，在下一次任务中，重获变身条件的贤正给莫释出了更多情报，并开始给莫上强度了。这不仅使得莫自暴自弃，还导致了莫与铁野的决裂。好在莫最终调整好了心态，才完美解决了地球的危机。而站在两位推手的角度去看待此次事件，他们是要磨练莫，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应该退缩。且该说不说，套入诺克斯卧底说的视角过后，以往那些看似自相矛盾、莫名其妙的情节就都能解释得通了。对啊，而且有一段我觉得这能佐证的，就是他前面对靠莫轻轻松松，结果莫拿到重力胶囊，不然他就毫无招架之力了。对啊，那按道理来说，以他那个经验，以他那个消除梦胶囊的能力，诺克斯是不可能被莫牵制住的啊。主要是本来就要演戏啊，我要装个像啊。你看，我就是打不赢哦，他这个动力太强了。对，在之后的抹杀敌人任务，我们已在进入海报解读环节以前分析过一轮，就不复读了。只补充多一点，贤正内心里唯一一扇心灵之门，仅向我们展示了无尽的黑暗。若结合诺克斯卧底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 Zero 和贤正在有意隐瞒相关信息啊？对对对。令目前也只有地级的莫在进行最终测试时，才和贤正一样，只有一扇心灵之门，且莫的心灵之门所在地同在私属内，这是不是有点太巧了？是。要说这并非 Zero 和贤正计划中的一环，你信吗？我是不信的。反正最终结果而言，莫违抗了组织的命令，竟也让诺克斯，也就是小鹰贤正于现世苏醒。那么两位幕后推手也得以将计划推进到关键步骤4了。但在此前，请由我先把贤正和铁野在本集结尾重逢的情节给捋完。按理来说，贤正是能利用消除梦胶囊的能力或者别的办法回避铁野的，但他还是选择了把枪口抵在铁野身上，并与其展开了对话。各位其实是怎么理解的？感觉就是我来跟你说一声我还活着，不然要跑早跑了。他可以直接不见的，但是他专门报一声我还有事要做。这种最低限度的交代也算是贤正的一种温柔吧。对对对，这里顺便再问一下各位，知不知道贤正用的这把枪是什么型号？华尔特 BBK。对，这是007最标志性的武器之一。然后我再分享一条很精辟的吐槽项推文哈。小贤正深知复制线铁野即使门锁了也能从窗户进来的特性，于是先发制人，主动打开了入口的门锁。说白了，已经牵扯进来了，报个平安先吧。起码之后铁野和莫不会再有之前的那种分歧。那你们觉得铁野之后会给莫道歉吗？他其实也不算那种拉不下脸的人，我觉得。对对对，主要是按照副事件的性格，可能会扭捏，但他肯定也会道歉。不过下集他们有可能撞不上了，就怪事科爬窗进来，结果发现莫在执行任务中，就可能被美在接待是吧？对对对对对，你看他们两个都吃上了。哦，那就肯定撞不上了，而且也是时候让铁野成华和美浪通个气了嘛。这样至少他俩以后不用再赤头爬窗进来，偶尔也能走正门了。除了美浪与怪事科互相打照面外，下集的看点理应还有久违的摩托车追逐战以及 Zero vs 诺克斯了。再借由这两点，我推测下集过后 Zero 就要下线了，而这也就是我刚刚提及的关键步骤4。对这个曾经属于COD的人，要加入的 Lady 的阵营需要什么呢？投名状。所以 Lux 干了什么事情？散布梦魇。第3集投放了大量的蝴蝶，你都可以理解成是他为了博得的 Lady 的信任去做的行为，这就是他的投名状。而下一张投名状是什么呢？杀死 Zero。是关于 Zero 的部分等等再提。你刚刚也聊到了第3集放蝴蝶那一段，就各位还记得诺克斯放蝴蝶之前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吗？他叹了很长一口气。就好像我不得不把事态搞糟糕，所以我叹了口气，但是我把莫养出来了，他会帮我擦屁股。而实际上，目前为止也只有铁野的噩梦那一回，让炸弹魔实现了终极噩梦而已。有可能这是必要的牺牲，或者说这是莫不得不交的学费吧。对莫来说是学费，对 Lux 来说也是取得的 Lady 信任的一个步骤。既然要做卧底，有一些脏活必然是要他亲手做的。就你们想想，得亏莫就栽了那么一回。如果学费要交个3回又3回的话，估计诺克斯和 Zero 都得给他整自闭了吧。然后我们要回去 Zero 那部分哈，关于他有可能会在下集或者下集下线这点，预告里其实也给出了一个提示。Zero 说完莫氏组织的叛徒之后，莫回了句：如果这次任务成功了的话，你就要把蝌蚪的秘密告诉我。
那不好意思，我死了。对，这纯纯就是个 flag。上一集的小作文有一句很神奇的，就是同床异梦。哦，那段文字是这样的：下集的 Zero 将迎来一连串严厉的台词。面对同床异梦的莫，Zero 说：“别被他骗了，他现在可是利用梦魇试图毁灭世界的敌人。”后面的我就不念了。但是 Zero 依然在这个情况下把推进器给了莫，我当时就没有脑过这个思路。然后像以 Zero 要假死为前提的话，那即使是同床异梦，就是莫完全没有理解他们的计划，但是现在他已经有足够的执行力，可以把下一个阶段托付给莫了。是，不过这个事情也有点蹊跷，继诺克斯下集再暴打一台摩托车，主要是我们目前也无法确定 Zero 和这台摩托车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他说是说自己在远程操控这台摩托车，但这完全也可以是假情报。对。之前我们内部讨论的时候有聊到过，Zero 的灵魂已经被固定在了这台摩托车上的可能，甚至有可能孟郊郎才是灵魂宝石，魔法少女小圆还在追我。对，以往我是不会往这方面联想的，但考虑到他后续存在假死的可能，其背后的设定究竟为何，就真不好说了。有没有这种可能 ？Zero 被砍爆了以后，莫用 recovery 恢复了那台车，身体还在，但是 Zero 灵魂因为在那个胶囊里，所以他可以不说话。要背2个 recovery 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个情况？有可能，而且在故事构成上 ，Zero 的死亡还能起到一石二鸟的效果。一是诺克斯能以此向 The Lady 递交一份更大的投名状，二是只有 Zero 死了，才能顺势引入356号特工。那正常来说 ，Number 3应该会成为新的司令官。他和 Number 5、Number 6的差异就在于，前者是 Number 4的前辈，后者是 Number 4的后辈。而他们3的立场，也就是我透过第2季度海报想发掘的最后一个问题了。各位目前是如何看待这3名特工的后续定位的？你说我以貌取人也行，他们看上去就像坏人，还真是。我个人是觉得，既然他们3都有编号，也就意味着他们现阶段仍是寇德的特工。但问题在于，诺克斯卧底说真要兑现的话，那不得不让 Zero 和贤正把计划隐秘到这种程度的理由，会不会和组织里由德雷迪安插的内鬼有关？对。假设他们以林梦出车祸这件事儿为起点，觉得组织有内鬼，所以才不得不秘密执行这个计划嘛。对，既然目前也顺利完成计划的前3步了，那么第4步，在诺克斯干掉 Zero， 新的司令官接管寇德之后，内鬼是不是也就有了暴露的可能？确实。再者，莫现在已经出师了，哪怕新司令官这样他去执行什么任务，他也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无脑听信命令，莫会思考再去执行，就无需再让贤正和 Zero 操心了嘛。但话又说回来，内鬼说我们目前真的是纯靠直觉，单凭海报的话并不能找到依据哈。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的。海报的副标题不是叫阿库姆呢米特伊鲁诺瓦达雷达，这在做噩梦的是谁呢？就如果往内鬼说去联想的话，这句话是不是也能延伸出期待着噩梦的是谁，被噩梦包裹的是谁，或者说是正在观察噩梦发展的是谁之类的意思呢？也可以拿这个来当旁证，我觉得没有问题。对，那各位目前觉得356谁有可能是内鬼呢？我的话会倾向于是3，只因他站的是 C 位。3的话就常规一点咯，3号太明显了，我反而会倾向于6号。我觉得是各有各的道理，你可以说一眼坏人，也可以说看上去最像坏人的不是坏人，他只是正的发邪。那如果内鬼只有一个的话，内鬼以外的2个人呢？有一个可能是正义感满满，然后他的作用是被内鬼包，就他发现了内鬼是谁，然后被内鬼杀了是吧？但是6呢？你说我先入为主也好，我觉得他很大概率会跳反，就被内鬼策反是吧？对，没错。而且根据情报屋透露 ，Number 6是由《晚安战队君王者》丽塔的演员平川结月出演的，因此我觉得他会活得更久一点。也就是说，我目前盲猜3是内鬼，5会被内鬼杀。6会被内鬼策反，或者反复横跳也行。3个的安排大概就这个方向的。是，也欢迎屏幕前各位分享出自己的猜想，与我们事后再探讨吧。那么引出内鬼说、卧底说后，我想再聊多一个话题。刚刚也提到，贤正为了获取德雷迪的信任，会递交投名状，而下一张投名状就是杀死 Zero。但有没有可能，即便他杀了 Zero， 德雷迪也还是不信他的呢？有可能。正常人思维里对这种人最好有所保留。对啊，你原先是警察，突然成了黑社会。要是一点都不怀疑才奇怪吧？对，或者说德雷迪只是想看看他和 Zero 到底要耍什么把戏，才顺势配合他们的演出，也完全可以。
Four 和 Zero 最重要的目的还是救灵梦抓扣斗里面的内鬼，但如果你要让这个故事发展下去，他们的计划就不能完美执行。对，那我估计他们第2季度只能揪出内鬼，灵梦还是无法救回了，或者莫那边出了岔子，就有其他情况，都有可能。那关于这张海报能解读出的信息就基本到这了吧？感觉一个海报比这一整集的信息都多啊！肯定啊，而且说真的，不结合这张海报上的信息，我都不敢往诺克斯可能是卧底这个方向去联想。如果故事后续真这样发展的话，那这条暗线还是藏得挺深的。对啊，其实，在正式录制以前，我也和麦上几位嘉宾讨论过。以往在看《君王者》的时候，我看拉库雷斯整那几出，就真的是一眼在做局。说白了，我知道你在演，只是不知道你在防什么而已。对，但是诺克斯和 Zero 可能在背后做局这点，各位如果不像我们这样逐帧看剧的话，是基本看不出猫腻的。故事确实可以这么铺，而梦这个设定又给了他们充分模糊的空间。对，就如果纯顺着故事呈现给我们的思路看剧，可能也只会觉得他们一个是背地里有什么阴谋的上级，一个是左右脑互搏的前夜特工而已。而若结合上我们前面的分析，他们也完全可以是那种为了世界和平而游走于黑白之间的王道特工。对，尤其是小林贤正，以往我们不是还担心后续要怎么洗白他吗？但如果他是去当卧底的话，就无需再考虑这个问题了。但是他具体什么时候归队呢？起码要等内鬼跳法那天。他得 7。现在是拯救世界之时，是吧？已经可以全文背诵了，是吧？那在进入最后一个话题以前，我再叠个甲吧。以上内容纯属虚构，切勿当真。招品屋的研讨也只是给各位提供一点不一样的思路而已。当然，我个人觉得故事后续真走这种路线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反转。而这对于当年番节目而言，它也是个相当大的 impact。事实上，在此目前的状况也确实需要这种 impact， 只因这档节目在日本本土的人气确实相当微妙。关于这点，我在近期的视频里面都有谈及。但让我又好气又好笑的是，哪怕我把相关数据一条条都给列了出来，还是有些傻逼觉得我在妖言惑众。那刚好在这期视频发布前夕，现东映电视事业部首席制片人兼电视营业部部长兼角色战略部部长白仓伸一郎就有在2025年度东映的秘密 SP Q&A 中谈及了此事。你可以不信我，也可以不信我列出的数据，但那位大人说的话总该信了吧？我这里先念下白仓的原话。在此的人气很难评价，既可以说超出了预期，也可以说没达到预期。当然，在此的角色本身非常帅气，还有那种围绕梦想展开的剧情，我们也得到了很多被剧情吸引的反馈。但与此同时，也有收到一些觉得有点平淡的意见。可以说，舆论方面是风平浪静，没什么波澜。原本希望它能成为更具话题冲击力的节目，可能是我们的期待值太高了吧。不过因为编剧是优野赏，之后的剧情应该会更有看头，我个人也十分期待。我个人角度来说的话，是提前拍太多，导致高桥最擅长的那种看客人和冰箱里面有什么东西，现场开始料理的优势，而就发挥不出来了嘛。对，这是一方面。再结合 No.1 战队好受者之前的演员风波，以及接到这子的新节目可能没法再同步引进中国这两个情况考虑，我其实有想过东映那边会不会慢慢调整回过往那种边拍边播的模式。我觉得他真的变不回去了。也是，所以高桥他们也只能想办法去适应了。还有一个问题在于，我们每周能聊那么多那么满的一个大前提，是我们时常逐帧看剧，而且敢去猜，各种乱猜。但实际上能做到这种程度的观众占比有多少？我想还没有能把这期视频从头坚持看到尾的观众占比高。更别提我们为了验证各种猜想所拎出来的旁证，本身也很模棱两可。就你非要说我们是先射箭再画靶，我也没法反驳你。但话又说回来，这本身也是在指这档节目的特色就是了。我自己是很享受每周跟招品屋各位的研讨的，不然也不会浪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视频出来了。那更多的就等下期视频再聊咯。可以。至于下期什么时候更新，就看各位的正面反馈书来定吧。以上就是招品屋对于这子未来进展的全部解读。当然我们的头脑风暴让各位听了个乐之余，也能引发些许不一样的思考。祝好梦，辛苦各位，再见，拜拜。拜拜。